こんにちは、こんばんは，ノブ爸爸です。鬼灭之刃上弦集结，刀断野之里篇上映啦！赶快来分享一下我的观影心得。下面会提到整个电影的大纲，但不会详述剧情。本影片的后半会有一些场刊内容分享与声优访谈揭露哦，可能会微雷，不想被爆雷的，请赶快逃离。接下来说说这是一部怎么样的电影？对，这是一部不是电影的电影。开头时以 MV 的方式用前2季的主题曲 Gurenge 和 Akeboshi 的搭配，重点回顾前2季的故事。感觉还不错哦。然后就开始油锅篇第10话之前的前情提要，接下来就第3季片头的 Zankyo Sanga， 完整的播完第10集，还播到片尾爆炸跑工作人员名单。我想说 OK 的，宣传也没有骗人，就是演第10跟11话嘛，没有惊喜也不奇怪嘛。然后第11话开始了，怎么又重复第10话最后的几个 cut？ 不是才在30秒前看过了吗？怎么不干脆剪掉就好了？这不是电视版的前情提要才会需要的东西吗？我了解了。这次的就是把 TV 版直接照搬过来，接在一起就完事了。还好11话他没有再来一次片头啊。不对 ，TV 版第11话是真的没有片头啊。难道制作方打从一开始制作 TV 版时，就打算用这样串的方式在电影院上映，然后就看完了第11话？然后就又进入片尾曲了，之后就上弦鬼们集结听命，看上弦3的蚁窝座唱秋去惹毛其他的上弦。故事回到炭治郎身上，看着轻松的搞笑剧情，然后就是让炭治郎前往刀断野里的剧情。而这一集的最大高潮，大概就是炼柱甘露寺密里洗温泉全裸出狱而已了吧？这就是很和平的一集。在纪国元一出场后，播放片尾曲后结束。结论就是，最推荐还没看过油锅篇的人，赶快看到第9话，然后去电影院看后续剧情。整部电影确实没有夸大宣传，扎扎实实的拼合了第10跟11话，但是这个方式真的让我觉得诚意不足，连剪接都不剪。以电影的节奏来说，我忘了，这根本就只能算是把 TV 版在戏院照着播而已。一般电影的最高潮都会安排战斗场面，不过这次前1/3就打完了。如果要跟无限列车比的话，观影感是比较差的。一方面是剧情几乎都知道了，再来是无限列车还算是标准的3幕剧，也就是电影故事的标准形式，还有个起承转合。当然这次我不要求这么高，但至少把重复的卡给剪掉吧，可以把节奏弄得再顺一点啊。总之推荐粉丝去观赏啦，在大萤幕看打斗真的是很爽，因为这次是把画质升到 4K， 而且有做环绕音效处理，所以音效也非常震撼，可以听到更多的细节，跟在家里用小萤幕是差蛮多的。不过如果只是有追不算粉丝的话，我觉得可能等 TV 版上就好了，反正就是拼上去而已。作画方面就是完全按照 Ufotable 的水准，没有任何问题，还是很棒的。这次的场刊内容主要是以声优的感想为主，其他只是搭配一些原画和成品的截图。除了动画师赋予角色生命，能够活灵活现之外，声优的演技更是给予这些角色灵魂的重要工程之一。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次访谈的重点节录，这次的世界巡回剧场上映计划有什么感想？5个人都分别表示这次规模太大，大到有点让人搞不清楚状况，完全没有头绪。在看完油锅篇的第10和第11话首播后的感想，果然动作戏真的是很厉害，很想在大荧幕上看这么有魄力的场景，这次能够实现真的非常高兴。
第10话与舵机继夫太郎决战的配音工作感想与回忆。为了不输给画面的气势，完全不考虑隔天的工作之类的，用尽全力声嘶力竭的大叫，然后喉咙就像死了一般哑掉了。花江则是觉得比起下野和松冈，大叫的时间最短，感觉轻松很多。以绝对不能输的气势，一次又一次全力大叫。看到首播的时候，明明是自己的演出，就连自己都起鸡皮疙瘩。炭治郎兄妹与继夫太郎兄妹对比之下，继夫太郎兄妹是怎么样的兄妹呢？觉得这2对兄妹都很珍惜自己的手足，而继夫太郎和梅要不是被逼入绝境，应该会走向不同的道路吧。如果有人愿意帮助他们，大概就不会变成鬼了吧。继夫太郎兄妹即使变成了鬼，但因为一直都互相陪伴支持，所以还是很幸福吧。如果我们不要用人类的价值观强压在他们身上的话，对于羽随天元的印象，花江和小西都认为羽随和炭治郎很像的地方是，为了自己很重要的家人，会尽全力保护，即使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在乎。虽然羽随喜欢华丽派头，但是小西桑好像也让他给人带有一种阴郁的印象耶。没错，虽然他总是把挂在嘴边，但是在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相当黑暗的部分。在第9话去扫墓的那个场景中，在面对过去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他冷漠的一面，但他的老婆们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，就算用生命也要全力守护。而且在动画中能够看到他跟老婆们日常的自然互动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刀断眼之里篇的第1话有很多角色登场，有什么感想呢？这么多上弦之鬼聚集，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厉害，而且让人看到他们关系很差，一点都不像鬼杀队，有同伴意识。甘露寺真的画得好有魅力哦！看到炭治郎因为练柱喷鼻血，没想到他也有这样的一面，感觉很新鲜呢。看到祢豆子对蜜莉撒娇真的是很可爱呢。除了炭治郎之外，不太会跟其他人有接触，希望在新篇中会有不一样的表现。世界巡回上映时，各位即将到海外各地戏院登台见面会，有什么样的心情感想？以前在 LA 办活动的时候，比日本多了不少随性的 cosplay 的粉丝，让人印象深刻。觉得很努力且高还原的 coser 很棒，但是这样随性轻松的 cos 也很能传达出对角色的喜爱。松冈则是害怕坐飞机，不过下野光是坐飞机就很享受，有时候想调时差，却顾着看电影，结果一觉都没睡。花江很期待台北的舞台见面会，这是第1次到台湾，粉丝的大家知道要怎么做了哈。小西觉得台湾美食很多很好吃，不过料理都有加八角，如果习惯的话，真的是很美味。有吗？我怎么不觉得？台湾有很多料理有八角吗？鬼头则也是第1次到首尔，而且期待去买美容保养品。对粉丝们有什么话想传达的？5个人都很感谢粉丝们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很期待世界巡回见面会和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都能够进戏院一起支持。第10话和第11话有什么感想？在第1次看首播的时候，对于画面的高品质而感动不已，而专注在看画面，反而没认真去听自己的演出。后来又重看了一遍，哈哈哈。对极具魄力的影像品质，可以感受到制作人员超越极限与执着的热情。2位是怎么去揣摩塑造这2位角色的？在发表声优之后，就来了很多的联络，甚至是比生日时候还多。对于自己是成长于衣食无余的环境，要饰演他，让自己觉得蛮担心的。为了要贴近他的内心，最重要的是没被哥哥抱在怀中时，哥哥说那时候的心情，只要能够抓住那种温暖的感觉，剩下的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了。最初是加强运用自己的低音，并且强调出坏人的感觉，
在实际收入时被告知，他是出生在油锅的底层，贫穷吃不饱的他身形瘦弱，所以不会从腹部发声的。于是就花了30分钟去测试，最终才决定继父太郎的声线。在正式收录的时候，一开始是打算呈现出诡异可疑的感觉，但在听到舵姬被斩首时哭喊的叫声后，感觉到她是那种任性撒娇的女孩子，才决定要表现出温柔哥哥的感觉。泽城和冯坂也都认为彼此的表演互相影响，并产生出的火花也就很自然地发展出角色的性格。对于舵姬和继父太郎被斩首的镜头有什么感想？和小西收录时，情绪是逐渐互相高涨加温。不过由于后制作业的关系，所以必须分开录音。而继父太郎是用喉咙在喊叫，所以中途的时候一度很想吐。被斩首互相辱骂的场景有什么感想？因为这个 shot 的时间很长，空白很多，在现场经过询问后，被指示说只要按照2个人的步调，然后搭配画面就可以了。结果2人开始演出并互喷后，很意外的就提前收工了。冯坂只有大概了解泽城的台词，比较细节的部分，只要听到会令人觉得不爽的就骂回去。而泽城想要表现出舵姬怎么办这样慌张的情绪，加上又被哥哥冷漠对待之后愤怒的印象。以上就是大略的声优访谈揭露，能够了解更多幕后制作的趣事与辛苦的部分。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类的内容。由于是书面上的访谈内容，我也只能自己整理口述分享给大家，而且我也演不出来声优们的情绪，讲得不太优，希望大家不要见怪啦。这边来鉴赏一下原画制作的流程，可以看到一开始是以 3D 做前置，来确定分镜与角色大略的动态，包括角色的表演以及舵姬和服攻击的动态，再加上角色站位、镜头角度。接下来就是交给原画与动画师绘制出完整的角色动画构图，最后再让上色后制团队完成最后的画面咯。可以看到 3D 在这个作品之中也运用在很多层面，即便是在最后画面没有呈现出来，也是帮助流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呢。好了，这就是这次的脑补分享咯，非常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有任何感想，也欢迎留言分享讨论。我是脑补爸爸，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それじゃ。